看直播的我们微博的朋友们先来打个招呼，好不好？好嘞，师傅您先来，我先来啊。那个微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黑夜告白》里演何远航的演员潘粤明。哎呀，欢迎潘老师。微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鹤棣，在《黑夜告白》中饰演的是冉方旭。哎，欢迎冉方旭。你看咱们何小何。微博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任命，在《黑夜告白》里面饰演的是何小何。你看来佩瑶。微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佩瑶，在《黑夜告白》中饰演的是乔素清。乔素清。微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宋肖英子，在《黑夜告白》中饰演的是徐萌。哎，欢迎啊！我们各位看直播的小伙伴们，我们今天的这个《黑夜告白》已经上线了哈，各位小伙伴们都已经看过剧了吗？看过的在评论区里面打一下看过哈，没看的赶紧去补课好不好？3集连看。所以今天呢，跟各位说一下，看过剧都知道，我们元龙里呢，其实这个最近很多大大小小的案件都在发生，所以今天我们特意组织了我们这场暗自较量局，所以今天呢，就需要我们各位候选人们待会儿的时候要积极的、踊跃的这个争取分数。最后积分越多的呢，结尾的时候会有奖励；积分少的，结尾会有惩罚。所以说，各位老师打起精神来，我们的较量正式开始。一人一个嘛。哎，给各位老师都上一下我们这个抢分板抢分板拿到之后，我们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抢分环节了首先，各位老师们，第一关呢是咱们线索速答的抢分赛。来考验一下我们各位主创和咱们看直播的各位热心市民们对咱们剧的这个内容有多么熟悉好的，知道答案就迅速举一下手举牌。好，各位老师请听题。第一道题，在案子当中核心发生地是在哪个小区？潘老师先元龙里。哎呦，好，恭喜！会不会先举啊，是一个是吧？是一个。重录，是一个是一个啊，对啊，当时试验是吧？对，这徒弟说的也有点道理，对，有点道理。好，元龙里是2个是不是啊？是的，是2个结束了正式比赛开始了师徒都没得分好，正式比赛计分开始，请听题：这起旧案一共跨越了多少年？好，徒弟举手了弟弟。18年，恭喜得1分。对了是吧？第二道题，这么快，在第2条时间线当中，全世界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是什么？阿佩瑶，香港回归。香港回归没错，可是我们问的是第2条时间线。第二条时间线。哎，世界杯，好，恭喜又得1分。这属于哪个除法？答对2题就已经骄傲的这个嘴角咧开好，下一道题请听：何远航和冉方旭他们是什么关系？好了，英子。师徒，只是师徒吗？是的，只是师徒。师徒关系，好，得1分下道题：何远航最喜欢喝的饮料是什么？女儿先说呀，说。可乐。哎，你还真知道啊？看，知父莫若女都知道。咋可乐呀？让我了。让了。来，下一道题，请听题。冉方旭学了几年的刑警？没人知道，那我答。师傅答吧。师傅来，师傅来打一下吧。33年，这是6年，学了6年6年的时间给师傅记下分记下分。好了，下一道题，冉方旭经常戴的一顶帽子，上面写的是什么字？这个确实冉方旭先举的，我先不答吧，他们答吧，听他们的听他们的。那个佩瑶好像第2个举的北京旅游。不知道答案就敢举手。先抢再说。先抢吧。保安不是那顶吗？那答案你确认吗？我记得是。记得是啊。确认嘛？确认。旅游。得分，恭喜答对了。是什么？对了北京旅游。北京旅游。好了，请听题，下道题：何小何最爱唱的一首歌是什么？3、2、1。
应该没有人知道，因为是小时候的小时候的歌，让爱住在家里。让爱住在家里，好，唱一下这句，唱一下才算分。对，可是真住在家里。哇，原来懂我的是你。你给他弯到胡同那边去了。好，得1分哈。好，下一道题，请听题：何小荷第1集出场的时候是在警局的什么地方？哎，地点会议室。错，也是个什么室啊？好，后边英子，我本来想说大厅，大厅，大厅室，大厅室，大厅还有室，瞎蒙，纯瞎蒙。档案室，档案室还是自己工作的地方自己熟哈。档案室没错，得1分啊，得1分。开场。好，下一道题哈，乔素清第1次出场的时候，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第1次出场的时候，我吗？你看看，哎，不，看谁答答吗？抢答。同学们先放下，我们再看哪个？来，3、2、1。这我都能反应你俩答错是不是得扣分？得扣分，答不连1分，有分的是不是得扣分？得扣，可以啊。来，英子啊，谨慎出场。盆栽之类的，花盆是吧？没错，一个花盆啊。什么像？是不是就像什么花？是不是就像花束嘛？小白花。扣分。好，算得1分啊，算得1分啊。来，下一道题，请听题哈，请听题。这道题真的很难哈。乔素清他们家是住在云龙里，大家都知道啊。他们是住在云龙里的几楼呢？你看看，知道吗？哎呦，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5楼。记错了。记错了，你住哪里都不知道。我知道呀。不是，你再给他1次机会，再给你一次机会，再给他1次机再扣会。 1分呗。不是5楼吗刚才说要扣分了，你想好再说。 ？4楼。 4楼， 4楼4楼。 ，4楼是对的。 4楼哪个房间呢？407。你还去过他们家，你忘了？是的，我老去嘛。是407吗？好，看来每次去的时候，心思都不在门牌号上哈。好，素清来公布一下，你们家是住在415。哦。 407，你去的谁家？忘了。 407好像是那个去邻居家蹭饭。邻居家啊！恭喜！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417， 417啊？对。 417住的是谁家的？到底是不是417还是415？417吗？417吧，是吧？417，415是那个。主要也推了过去了2年时间了，他家是开公门可能那我好歹答出来2位。415。好了，恭喜哈，请听下一道题哈。哎，这道题和徐萌有关系的。徐萌是哪一年失踪案的当事人？徐萌自己来回答一下。97年。 97年，没错，恭喜，回答正确啊。下一道题，这道题难度又升级了。徐萌第1次出现时，这个直接考验一下师傅啊，咱看是不是大家还记得呢？他穿了一双什么颜色的高跟鞋？送分题。哎，对呀，送分题啊。你应该说他下车迈的哪只脚？卖的吗？我记得。你哪么说那脚？你记得卖的哪只脚？蓝色的鞋啊，蓝色的鞋。好，下一题，请听题哈。袁隆里案发生的时候，何远航借调，哎，这题很难。没听清。如果答对了，可以得2分。好，就是袁隆里案发生的时候，何远航的借调还有几天结束？2分哈，答错了扣2分，答对了加2分，答错了扣4分。好，行，师傅这么说了哈。来，你还要答吗？赌徒心态上。3天。你确定吗？对不对啊？师傅，你还记得吗？你还有几天记得？1礼拜，是吧？你给扣了4分啊！扣了4分了。玩了一局游戏，道歉你们，又回到原点了啊！回到原点了。好，下一道题：2015年，冉方旭一心想要回到的城市是哪里？好，冉方旭，我也挣点分了，我得。你是不是最后结束你负10分？北京。北京啊，好，请演唱一首北京相关歌曲。没有。北京，欢迎你。北京要想回来的地方哈。好，下一道题哈，哎，难度又升级了。2015年，
何远航、何小荷父女寻找的失踪案的小孩儿，他的名字叫什么？啊，就可以这么。这题难，这题得多加点分。这题师傅，您说给几分？这条回答对了。你负几分？我不知道呀，现在刚得了1分，刚得1分，那怎么也得4分吧？4分。好，好，师傅给吧。答错了呢。那还不得8分啊？好麻烦这种那个杀猪盘啊，叫韩子昂。啊，对了。恭喜啊，答对了哈！最后一道题了哈，同学们，现在统计一下，现在场上我们这个分数哈，哎呦，你还真的在计分哈，谁的分数是最少的呢？现在？好热。现在佩瑶分数最少的，只有2分哈。好了，最后这道题自己住哪屋都不记得。对，好，乔素清，哎，是魏阳本地人吗？3、2、1，乔素清自己回答吗？好像不是。哦，不是啊，不是哈。拆迁户。拆迁户，我说恭喜你哈，答对了。现在这个场上比分，我们给各位公布一下哈。前面的几个呢，咱先不说。现在敏敏和佩瑶，你们2个人哈是这个暂时屈居最后2名哈。是吗？我还。下一题哈，这个继续努力，来，接下来继续要这个拼起来了哈。下面呢是跟这个案件默契有关系的。我们第2道题呢会说一些案件发生的一些场景，来看看你们在这个场景的案件里面，你们给出的反应是不是一致的是不是一致的？如果一致的话，就得这个都得分；如果不一致呢，就要都扣分，好不好？5个人一致，5个人一致，那好难啊！5个人一致哈。我们先考默契，然后再看这个题目哈。好，各位老师请听题，第1道题目哈。场景是这样子的，你们正在审讯一个关键嫌疑人，他突然说我要见我的律师，然后就闭口不谈了。接下来你会怎么做？1. 继续审，不给他喘息的机会；第2，暂停审讯，先调查他的社会关系；第3，换一个审讯策略，打心理战；第4，查他最近联系过谁。各位老师互相不看对方啊，用1、2、3、4来表达你们的答案。记得可以不是这里面的答案吗？不行啊，得4选1嘛。4选1啊。第1是继续审，不给喘息机会；第2是查他的社会关系，暂停审问；第3是心理战。我会跟他说换一个沟通换一个审讯方法。打心理战。第4个是滴，查看他最近联系过谁啊？刚刚这个我们小杨警官给大家盘点了一下啊，4个答案。我说3、2、1之后，各位一起伸出你们的这个给的答案的这个结果哈，我们看看是不是默契分足够。3、2、1 C。哎，老师您举一下，您是几？C3嘛。哎，你是2，我是 D。这是啥呀？D，这是 D。这仨默契了，最后2名的同学现在不默契了，怪不得咱是最后2。好了，这些都不得分哈，因为这题都不够默契。但是现在要让你们这个分析一下，就这个案件，按照你们的这个代入视角，代入咱们这个戏里边角色的视角，你们会选择哪一个哈？师傅，您这个刚刚这个您会选择哪一个？就我选的是 C 嘛。你选的 C， 但是只能用3来代替。所以您会选择换个审讯策略。哎，对，打心理战，怎么跟他来呢？那招多了。招多了徒弟也是选的这个哈，对，也是选择了这个，对，好，这个也顺利通关了哈，我们就算都没得分，应该怎么？寄希望于第2道题了哈 ，C 呀，比心了的。好，那 A 呀，可以啊 ，A 是这样，那我们下一题就这样啊，换个策略 ，A B C D 哈，A 刚刚 D 说是这样 ，B 呢 ？B 是不是这是？对，这样可以哈，这是 B， 就1、2、3、4嘛 ，C 有啊，这是 D， 1、2、3、4好，1、2、3、4还是1、2、3、4啊，还回到1、2、3、4哈。好了，第2道题哈，场景2，请听题。您的同伴正在查案的时候，要冲进一个可能有危险的一个疑点房间，你喊停，他不听。这个时候，你作为同伴，你会喊一句什么？1是站住，2是你不要命了，3是等支援，4是你给我回来。老师还需要这个盘点一下这个答案吗？第1是站住，2是
你不要命了。嗯，第3是等支援，等支援。 4是你给我回来给我回来啊，给我回来。然后现在咱们就开始只能选其中一个呀。只能选其中一个。确实啊，都不是很想说。对，不是是有自己特理想的想法。这不理哎，那我们这样，我们先来聊完之后，先来那个给出答案之后，我们听听我们其他的答案，好不好？这1、2、3、4，你们先看看默契是不是足够哈？来，3、2、1，哇，等我想想，默契，我们都都给了，对啊，这你选了还难？评论区里面都在给这个各自答案，但是他们是足够默契的，就给他们都得1分嘛，好不好？都得1分哈。哇塞，居然都没好，现在就听听你们会给出你们的答案有可能是什么哈？方老师，您觉得你会给出答案是什么？这个时候你会出图办法是什么？应该先控制好他的情绪，对吧？嗯，你先想办法在这段时间里让他冷静下先冷静下来，所以这来。 4个都不准确。所以你会说什么让他冷静没有下来说服力。冷静下来。慢悠悠的告诉他。弟弟呢？我有2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就是等我一块儿，就是一起嘛，就怕有危险，一起并肩有个照应。第二个方案就是喊一句收队。哦，带入到当所长的那个视角上，收队。对，敏敏你会选择？我觉得我也有2个版本，但可能有点飞。就是我第一个版本是说地震了，然后我猜嫌疑人也可能会往外跑，然后他也往外跑，然后同时都往外跑，就大家都开心了。好聪明啊！哇，然后第2个版本的话，可能就是人在这边，然后这样的话他就会往外跑，往我说的那个错的方向跑，然后我就把他给伏地执法，让就是把我的同伴给绑起来，为了他的安全。就是骗他。骗他。这不是小时候玩捉迷藏？哎，我看见你了，去吧，看见你了，炸他！炸他一下啊！对这是警察的方式。你们2位的方式呢？佩瑶，你的方式是什么？我觉得可能就是跟他一块儿了，跟他一块儿冲进去。对，就是总会有办法的。2个人，现在相信我们的能力，互相有个照应。对，互相有个照应。这有点浪漫了，我跟你一块儿走，对吧？尽管很危险，我陪着你一起。对，英子你呢？逮住他了，逮住他，就让他以为我抓住他了，你抓住他可能就会注意力吸引过来。对，反正戏里面你劲儿也足够大，是吧？能这个背起来那个大吼一声陌生人哈。好了，这一题他们都得了1分哈，很不错了。好，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顺利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环节哈，叫做案件线索大拷问。这个环节是这样子的哈，各位老师们哈，我们待会儿的时候呢，会给每位老师会给各位一些题目啊，老师们通过这个提问的方式呢，来确认你们回答完之后呢，我们在线的网友和我们这个和主持人只能回答是还是不是，你们最后通过一轮提问来确定我们要这个寻找的这个线索题目是什么，好不好？ Okay. 好了，给我们看直播的网友们先吃哈，先来看一下第一个词语哈。好了，是这个哈。好了，各位老师们可以提问了哈。什么意思？就现在要猜了。对，你们可以提问是还是不是？比如说它是几个字能说吗？是2个字吗？是。哟，是讲师徒的吗？是讲什么？师徒的吗？不是，不是。一人问一个，还是说可以？你们可以一人问一个，一人问一个之后，然后做分。是饮料吗？不是。是一个人吗？不是。是某个人或常用到的吗？哎，是。哦。好了，继续哈，继续哈。没用的。物品吗？是物品吗？是。 2字的物品。2字物品跟弟弟有点关系。是小冉的办案工具吗？不是不是，跟苏青有关系。好了，苏青。哦，花盆吗？盆栽。我知道，拖鞋。哇！没错。哇！给他打记1分啊！给我弟弟记1分，好厉害，好厉害哈！好了，接下来到了第2个了哈，得1分了哈。来，接下来我们各位热心市民来看题目哈。好了，各位老师可以询问了。是2个字吗？是。OK。韩老师，物品是物品吗？不算。是物品有功能。
好了，佩瑶，转着来哈，顺时针。不算物品，还有功能。井号是小冉，跟小冉有关系吗？是跟小冉有关系？跟小冉的工作有关系，就是查案的时候经常要用到它，对吧？经常会用到它，这东西可太重要了，对于案情来说。我知道了，线索。哎，线索是容易从这里来 OK 容易从这里来。好，敏敏来问一个哈。是不是物品，但是有功能。你们评论区倒是互动感蛮强，都在是不是的。线索是从有这儿关系的来的。有的楼啊它没有，所以这事儿有是电梯吗？好，监控。恭喜英子啊，答对了，是监控啊。这题确实要给一些提示。这怎么不是物品呢？这是个物品，它是个物品啊，它是个物品，它是个物品啊，有功能的物品哈。这个给英子记一分，好不好？给英子记一分哈。监控来下面了哈，下面了哈，来各位同事，请看题。我又猜是2个字吗？是2个字，是啊。好了，潘老师是物品吗？是吧？是物品，是物品，是物品，是2个字，是物品，大物品，大物品2个字，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东西吗？有提到过，有提的是。可能是电梯。哇，可以呀，可以，厉害，答正确哈，电梯哈，这戏里边电梯就非常重要经常用得上，重要道具，上上下下的。好，来看看下一个哈，下一个有关系的，是2个字吗？又是2个字，是，全是2字啊？是个2个字是物品吗？是，说都物品，是2字物品，是小物品吗？老师真的这小吗？不小吧？中不溜秋吧？中不溜秋，是和我老汉相关的物品吗？老汉老汉可不在，跟哥哥有关系。跟哥哥，别哥哥，我叔叔，对叔叔，跟叔叔有是关系。易碎品吗？哎，还真是，它碎了，它确实是玻璃。花盆，哇，没错，哎，花盆。哎呀，厉害啊！这是那个算是跟素琴第一次见面的这个戏哈，所以你们在戏里边，这不会是你们2个第一场戏吧？哎，我们俩第一场戏是这个吧？不是吧？好像是吧？好像应该是。第一场戏是戏里的第一场，戏里第一场，但应该不是拍摄的第一场，不是拍摄的第一场。啊，但是角色见面的第一场戏啊。好了，最后一个哈，最后一个难度升级了，难度升级了，是3个字吧？我说一下，不是2个字啊，是4个字吗？不是，是3个字吗？不是，哦，是5个字吗？ 4个字。是蓝色高跟鞋。妈呀！哎呀，哇，有点东西，厉害，有点东西，学1分。我们就着这个来说一说哈，就是戏里面因为有很多的道具和线索的这些哈，能不能哪位老师来说一说戏里面你们觉得非常重要的线索、非常重要的这个出现的道具有哪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好不好？潘老师，您除了这个蓝色高跟鞋，你还记得哪一个在专案子的时候对他印象非常深刻的？戏里戏外都可以。戏里戏外都可以。道具道具的话，只是道具应该是潘老师小冉之前用的手机，好像是。手机重要道具。哦，为什么呢？看，到时候看。哦，哎呀，剧透了是吧？手机哦，好。那小冉呢？那我说个戏外道具就是在演第3个阶段的大冉的时候，他有一个假肚子，其实就是当时为了那个就在角色上有区别，然后就是人到中年有点小发福的那种小肚子，然后就是在腰上绑了一个那种硅胶的假肚子也挺好，没事我就在那拍那个我那假肚子，还会有这个造型啊？对。哎，我们之前看就是那个咱们就芷熙姐分享的时候说那个中间那个环节大叔弟那环节特别帅，觉得哈对，中间那个环节是吧？他太瘦了，他戴那个假肚子也显不出来，你只有拍的时候才知道。
啪还晃呢。才能看到那个假动啊。你对自己看那个大树地的那个造型是什么感觉？你说的是就是最大的那个阶段的小中期吧？中期啊，中期的话，其实我是觉得就是他是一个比较雷厉风行，然后比较能有很多经验的一个就是这个刑警队长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吧。挺干练的，然后挺有那个警察的那个魅力的那种感觉。对，因为我记得前期的时候，弟弟有说过，说这个心心念念演警察很久了，是终于演上了跟自己这个理想中、想象中的警察是一样吧？这小冉，小冉吧是另外一种方向的。我觉得其实包括我们整个故事也是一种，其实它更多的是情感。其实是人物的情感，但可能自己之前就是男生会幻想的是那种枪林弹雨的那种很炫酷的画面。对，但这是两个方向，另外一种帅法，对。好，弟弟说的是假肚子哈，敏敏你说的是哪一个？我说这个其实也是我跟那个冉叔对这个戏理解很相似，就是我说的是警号，因为这个警号对我来说很重要，也是除了我们这个戏探案、悬疑这些精彩的部分以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种，警察和警察之间，然后以及亲情这些情感上的一种连接。警号因为这个是一个传递哈，有一个传递的过程，所以这个警号到了何小河这边又有不一样的意义了，对吧？好嘞，我们听听咱们这个素清是哪？其实比较因为刚刚那个盆栽也是反复被 Q 到嘛，对，盆栽还是挺重要的一个道具。然后我刚才想了好几个，我发现我好像都不能说，对，都不能说。然后就是请大家就是继续看剧，对，敬请期待。但是盆栽我们可以知道它是的，它不光是现在的这个作用是吧？因为打碎了又给它带来一盆新的后边还有还来看看这个英子的这个韩萌。徐萌，对，同学，好吧，徐萌我就是蓝色高跟鞋，这是我的算是战靴吧，跟我一起并肩走。战靴是？你怎么不听红色高跟鞋？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就是蓝色高跟鞋啦。蓝色高跟鞋OK， 好的，好了，接下来我们这个分数现在统计一下现在统计一下是这样子给各位公布一下我们现在场上的分数潘老师得分5分，你看看5分满分嘛。好，这个弟弟呢得分6分，哎呀，人数了一个6分，10分是得分是5分，然后呢，这个佩瑶得分是4分，然后英子得分是5分，现在场上有2个第一名，一个倒数第一名大家还是要最后抢夺一下，好不好？好，这会儿呢，大家放松一下我们这个比分暂时终止一下，我们现在跟大家现在这个聊聊天，好不好？好，接下来跟我们这个看戏的咱们的各位这个热心市民们，有什么问题在评论区里面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有什么要跟我们这个各位主创们聊的，特别是今天看了3集的内容之后，特别想跟我们这个所有主创们说的，这会儿就可以在我们评论区里面打出来跟我们说一下。刚刚好多小伙伴都在说，看到这个戏里边已经有很多看到比较多这个印象深刻的这个剧情了想问一下各位老师，你们在看的时候印象最为深刻的时候，在拍的时候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哪些剧情？好，我们各位老师来说一说潘老师，您印象目前最深刻的是哪一个剧情？我很热，对，就好多都挺深的。因为这个戏主要其实就像弟弟说的一样，其实讲的就是情感分3个时代讲了这个师徒的情感，而且我们每一个造型时代特征也很明显，而且也挺用心的。2个人从这个刚认识谁都看不上谁，然后到一点点的进入到对方的生活，一起破案，一起有矛盾，然后到最后有些不好讲现在对，但是基本上我觉得除了破案以外，有这个悬疑的这样一个题材以外，其实更重要的是情感的层次。我觉得很多这样很丰富情感的戏给我印象都很深。对，因为前3集大家在看的时候，就是看的时候好多地方很害怕，有点那个恐惧，所以说问问弟弟，你这胆量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就是哪个情景最害怕？其实我们那个元龙里的那个置景真的是挺有那个氛围感的，
就是在里面拍的时候，一开始去的时候，确实会有点那种毛毛的感觉，毛骨悚然的那种感觉。就是到现场还是经过了一番适应啊，然后，但其实也知道剧情和就剧本以及自己是带入角色的，所以很快就适应了这个吓人的氛围。有在现场置景里边那个就是哪个环节吓到了？就是我不知道现在前3集有进到楼里面吧？有在楼里面，就18层那个荒废的那个状态，然后包括有很多灰尘什么的，然后对，就那个，我觉得那个场景就挺令人毛骨悚然的。对，好，对弟弟印象比较深刻的剧情是哪一段？就拿今天播的话，其实我跟师傅在那个车旁边斗嘴的那一段，就两人这个和这个的时候，那个印象还蛮深刻的。前期的这种对抗师徒的关系感觉。然后，我突然还想到一个那个在电梯开可乐，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播到？有也播到哈。对，那个当时是真的就为了让那个可乐喷出来，在现场就开了好几瓶哈，一直在那儿晃可乐，为了让它有那个喷射的感觉。其实最有意思的是你试枪啊，对，那个在后面没有，对啊，后面那个有一场我俩就是有点即兴发挥的一场，就是误打误撞出来的一些戏剧效果，但是大家到时候可以看期待同学们听到了吗？刚刚两个哥哥说的是哪一段？应该快了，应该就是在后面泼完油漆。就是大家预告片看到的，就是老何被泼完油漆过后，我们俩下班回家的路上的一场戏。你说去他们家去那个徐萌的地儿被泼了油漆之后是吧？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马上就到这个剧情了马上就到了这个啊。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呢？我印象最深的应该都是跟老汉的一些戏，因为我跟老汉戏比较多，然后我是等于他们拍了2个月之后我才进组的，所以跟老汉的戏我还要训他，所以其实本来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磁场，然后老汉给我的一些帮助，让我非常非常快的就能在现场，只要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能放松下来，所以也是很感谢老汉的这种本能的磁场，就带有爱的，对，所以相处的非常愉快。对，正好3个阶段嘛，他等于演第3个阶段，15年的时候的长大了的女儿，对，他也挺那个努力的，在现场我没事看他在那儿那个练那个川普对，那喊老汉的咋喊的？老汉儿，是这样的。师傅喊徒弟喊的是青，老说他是青钩子是吧？青钩子玩儿，青钩子玩儿，对哈。对，佩瑶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一段剧情？其实我记忆比较深刻的是，我都不知道能说到哪儿。你说说看，我们及时打断你。好的，你就讲60集以前的都能讲。60集以前的吗？因为我比较深刻的是，因为乔素清她就是有一点悲惨的遭遇。这可以说吗？可以，这可以说吗？差不多了，点到了，反正就是挺惨的，天天差不多了，可以了。他们家一进去，这个窗明几亮的，以为他很幸福呢，结果后面可能有一些跟环境有一些反转。好，不多说了，再说就到剧透了啊！想看就只能是 SVIP 了啊！说的好悬疑呀！来听听英子这个徐萌，我这也背人吧，背人。对，因为我没想到会穿着高跟鞋背，我没想到我能真的背起来，结果拍的时候就一闭眼一卯劲儿就上去了。对，背起一个老头儿，这难度挺大的。对哈。对，好，背人的这个剧情。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听我们这个他说真的，网友真的给主意说，为什么不是红色高跟鞋，要用一双蓝色的高跟鞋作为道具？问问咱们这个怎么去形容让你最贴切，怕唱起来主要是跳戏，一看哇，不这样。背景音乐好吓人，想问一下这个小然听到了没有？
就18，就是那个童谣是吧？什么圆笼里18层，18个小鬼，18个头，是不是？抓起来！你又要出来背人了，到了背人的环节了哈。哎，好，他们说有没有就是后面的剧情里面有没有最喜欢的？就是作为演员的身份来说，最喜欢的是哪一段？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的有很多。我想想啊，我反正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俩一块看烟花，一天看烟花，对，但是什么环境只能等大家一块儿看到那一块看的再说了，对时候再来啊，就是期待一下这个。OK， 哎，这个哈，好，待会儿再说那个吧。我觉得这大家都在说现在在看前3集有点害怕的这个，能不能让主创们讲点在片场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让我们在看剧的时候没那么害怕啊？老师们说一说，在这个片场拍戏的时候，你们觉得挺好玩的一个印象深刻的这个记忆，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的。我们也害怕呀，我们演的时候也害怕，但是觉得找的那个好多，因为那个楼就比较荒废，然后每一层都有不同的故事，找的那群演也演的都特别好，有一个搬床垫的，那楼就那么窄，后来被我们俩吓跑了以后，他真跑不掉，他被床垫和墙挤在那儿，然后他拼命的跑，他都跑不掉，给我逗坏了那个。哎，我说那个楼，我想到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剧组是实景搭了那个楼嘛，但是我们不可能搭18层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搭了2层，然后就会那2层来回的去改景，就是今天那一层改成4楼，对，然后我们就拍4楼的场景，然后改到18楼，我们拍18楼的场景。对，就是其实2层楼在这样来回的，就是这种迭代着这个使用。然后其实我们这个戏其实对美术老师的挑战还蛮大的，因为就是同样一个场景，它有3个阶段嘛，就97年和00几年来着。对化妆也有挑战。对，还有同一个场景，然后就是要不同的时代去觉得那个时代今天的那个变化对，而且到了97年还得有97年的那个服化道啊，那美术那些啊，是真的配合的就非常的细节。好，接下来听听敏敏你来说一说你们在片场也好，觉得最好玩的这个记忆。我觉得好玩的就是等我真正可以当警察的时候去探案的那个过程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就是继承了他们2位不同的办案方式，有的是就是有自己的一些小技巧，可能比较亲民的，可以接地气儿的这种，然后也有冉叔这种比较高科技的，或者是跟现代的一些东西结合的，然后又融合了我自己有点2次元的这种。虽然我的那个部分不是特别多，但是我觉得每次拍的时候都很有意思，就是才发现现在探案或者说去办案能这么有趣。对，这是这一段哈，大家还在说那个师傅泼油漆泼的是真油漆吗？当然不可能是真的油漆，对吧？所以大家你看这个投入感有多强哈，都以为是真实的这个油漆。好，佩瑶你呢？你来说说你在。确实不有趣，确实不有趣。就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看见英子比我更惨的时候，可以了，我们俩比惨啊，不行。一直在看眼神，我真的不敢讲。对，就是我们俩在现场比惨的时候比较有趣。你说徐萌还是英子啊？徐萌更惨的这个地方啊。OK 好，那英子来说一说吧。能说吗？就是我穿那个蓝色高跟鞋啊，因为不能穿袜子。然后你那里边拍的又很热，有的时候脚吧就会出一些这个小汗，这很有趣。然后那蓝色高跟鞋它又是皮的，掉色不是掉色，就是我不是要脱下来叼在嘴里嘛。其实叼的时候它是有一些色掉牙上了吗？它有一些不只是蓝色高跟鞋，蓝色的牙齿，有些小芬芳这种东西传出来，这很有趣吗？有点味儿。那你这个芬芳，这个动作弟弟也复刻了呀？我好在我是有鞋带，我老是鞋带。是这个哈。OK 好，哎，好多人都在问说想问问弟弟拍了这部剧最大的感触是什么？会那么有味儿？我吗？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
我觉得今天就我们在这个通道里面，就是转场的时候还跟师傅在聊，就是咱的戏核还是挺令人感动的。其实，所以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还是这种就是师徒之间的情感，以及就整个警队的同事们这种和互相各式各样的关系角色的这种情感，会让我比较打动我和让我印象深刻。还有就是饰演小冉这个过程，因为今天就是这个在和线下观众互动的时候也有提说，其实小冉这个角色和我本人可能隔得比较远一些，所以去饰演小冉的时候，和小冉是一个非常我自己饰演他的时候，我会经常的会去心疼他，和就是去共情他，就是饰演他的时候，其实整个过程会稍微来说会就是拧巴和有点打引号的悲观一些吧。对，但是这是在戏中啊，但其实是我们在创作过程中，就是无论是戏里戏外，就是有师傅呀，有身边的小伙伴们一起的这种创作的这个氛围，还是很治愈的。对啊，因为他是跨越了18年的时间要演好几个对，年龄段，挺困难的。对，那个是怎么去把握它呢？就不同的年龄段去呈现出小冉这个角色。这其实也是就是大家共同有导演有师傅，然后包括希姐，其实大家都平时都在就是帮我想招和就是说去给到一些很多的建议，就具体要去怎么去区分这3个阶段的角色和什么的。当然自己也是。反正也是在这过程中去寻找探索一场戏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去这样去积累吧。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导演其实当时给我提的要求是让我中染的时候少动，就是这个染队的时候这个阶段的时候，就是一个比较沉稳，比较就是有想法，比较能带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队长的一个形象。所以想让去打破一些我自己的本身的习惯，因为比如我自己说话的时候，比如手会动一动啊，然后会比较活泛一点，爱走来走去，反正这些东西就导演会去就是去通过这种方法来去饰演这个角色。其实当时自己其实在饰演的憋得还挺难受的啊，憋得还挺难受的。有给他设计一些什么一些动作呀，什么这个道具的或者什么之类的，有去丰富这个角色的。像之前说的那个小肚子嘛，小肚子，包括其实后面大染的时候有贴那个眼袋，就是贴假皮这种，就为了塑造那个年龄感。包括前期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什么那种晒伤的那种妆和那种斑，那么就是为了其实为了更贴近生活和去这个接近这个什么？好像你们都有假肚子。没有，您老汉不用假肚子。真肚子啊？没有，您老汉很瘦啊。老汉一直很瘦，是吧？接近那种生活质感的皮肤，对，而且很热的。老汉来说一说，潘老师来说一说，因为也是跨越18年的时间嘛，这您来说一说不同阶段的。刚刚说就是对，这个剧本是我演的这个跟破案有关的戏里边非常独特的一个剧本，因为它就是3个时空穿插着来的，所以我们要演3个年龄段。那年轻的时候就是比较雷厉风行，然后到中间那段就比较稳当，到后来就是受了刺激嘛，就疯疯癫癫的。对，我们俩的那个老年妆其实都挺费劲的，对，然后那个要画挺长时间。我那个定妆都定了4个多小时，就一个妆，然后最后最快的话。画好一个妆也要3个小时多，卸妆都要卸30-40分钟，就是还是挺。而且跟他们拍戏那天特别热，比如拍着，然后眼袋就滑下来，就会这种，眼袋就滑下来，真的，然后就得去补眼袋，然后或者是假皮掉下来了。你说太形象了，吓人了。那掉这来了哈。对，大家还在评论区里面一直问，就是说这个弟弟那个裤子破的那场戏拍了几条？对，裤子破，开叉裤。裤子破是被勾在，是不是下去就那小西裤被勾破了？是的。我就想得回忆回忆。
这应该是一条的事，对吧？毕竟那裤子拿破了，你再缝上来再拿一条挺费劲儿的啊，回道具了就对吧？对啊，我印象里面其实前期还有很多那种追逐的戏，就警察办案嘛，难免也会去追坏人嘛，就跑啊这种的，还很多，就包括我们在楼道里面跑，在那种外景里面跑，然后还有那种就跑楼梯人就跑挺多的，对，还有抱师傅大腿一下摔倒的那个哈，抓错了，出错了，叫魂呢这个挺逗的哈，说觉得那个冉方旭和何远航这对师徒还挺爱干净的，你们有这个感觉吗？什么意思？因为你们是什么土味情话？师徒俩一直拿颜面扫地。这可以，太搞笑了！这不是爱干净的行为，就是用颜面扫地。对，颜面扫地。对，还有说师傅拍戏的时候语言系统会混乱嘛？因为你看这各种不同的这个时期哈，就跟导演沟通好了，定好这个基调嘛，就是不同年龄段的时候，可能语言的表达上稍微做一些变化。对，而且他这个人，他像老年以后，其实他是经历了这些沧桑和这些等于是执拗的东西在脑子里以后，他可能处理一些事情表达时候，他已经不是需要那么犀利了，但是他只要在行为上做到他想去做的这件事儿，然后凸显这些东西吧。对，还有小伙伴说今天一口气就看完了3集了，看完之后觉得因为还没有等到明天更新，觉得心里都挺空虚的，能不能在不剧透的情况之下放一点福利，也就是能不能微微剧透？又没少放，不剧透的情况下微微剧透一下。你们这样就一个词，一个词算微微剧透吧？一个词连起来。一个词，我们先从后面，刚刚已经不小心有一点福利放出来，先从英子开始哈，英子你往前来，我们找些突破口。英子来呀！英子来，一个词，英子，就从你自己的角色哈这个地方。徐萌，这咋这么简单？这全弄这真的失踪了，不见了，不见了，找我呢？找我了。不能再说俩词了，这是对，失踪了失踪了。小何呢？一个词儿，找呗，那找呗，失踪那找呗。连词儿了，开始好，连词儿。我不找，我念书。你还用在转折了呢？素清后边有这个剧情啊？对，我念书上学呢。误导观众是不是？我没有啊。我说的潘老师不找了，他念书到您了。我觉得就是一个字儿，就是伤。伤了，伤不起，真的伤不起。怎么为什么不是智商的伤啊？那不从商的伤。突然从伤了。一个字伤师傅的心声。我突然脑子里冒四个字儿。您说中式梦河。中式梦河。对，我就觉得我们那个里面的场景和那个年代背景就挺有，就前一阵不是有个词叫中式梦河嘛？就是很有，就我就感觉那个很有小时候那种，就包括那片那个警队啊，包括住的那些小区啊，就挺有就小时候自己生长环境的那个感觉的。而且我们特意我们去找的那些景也都是那种，就是比较现在比较就是偏远一点的呀，或者是就是还是保留了以前的那些年代背景特色的场景，所以就挺有中式梦河。中式梦河，很好，可以当时我们宣传 slogan 中式梦河哈，我们的飞叶告白。好了，各位老师们，现在哈现在小伙伴们，我们这个分数计分开始迎接了最后时刻了哈，就是这个考核阶段哈。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正式的这个分数哈，我们要进行的啊。现在得分前2名的是这个弟弟，还有这个英子前2名是你们2位后3位的一样那这样我们来就是来进行颁奖吧，好不好？我们先来这个给我们这个得分第1的来给我们这个小冉警官先送上我们的这个奖励
袁龙里暗自驾王，暗自驾王。我们让师傅把这个奖来正式的颁给我们徒弟哈。师傅有什么话要对徒弟说吗？对，恭喜你。哇塞！好，第2名哈，我们的徐萌啊，英子来获得了这个哈，这个我们让这好了，已经得了，谢谢。好了，2位得到奖了，然后剩下的3位小伙伴就要接受惩罚了哈，耶！来惩罚了，好，什么惩罚呀？好，学生来看看他们会接受什么惩罚。首先，咱们潘老师，你要模仿剧中另外一个角色的经典表情，或者是动作，或者是台词。让他们猜猜你模仿的是谁，或者你指定一个模仿。我指定一个模仿，我觉得都可以给老师升难度。老师，你可以把他们4位都模仿。别介呀，那咋模仿？我又没蓝色高跟鞋。有带了蓝色高跟鞋吗？哎呀，这可咋模仿？对呀，老汉还不如让他画出来，对可能把我们画出来更方便。那浪费时间。可以私下画，私下画，可以私下解决吗？这个惩罚？你可以，你要不然模仿一下徒弟吧？你觉得徒弟哪一句经典台词、经典表情，你可以模仿一下徒弟？经典动作有，经典动作也可以。人心健康。各位司机师傅，对，各位3包子。哎，模仿得很像哈，徒弟也不模仿师傅。我是真心的想跟他分开。我那个词儿已经改了嘛？对，改了。好，一开始告状的那一集啊，告状的那一集哈。好，师傅这一关顺利通过哈。来，接下来看看我们，看倒数第2的是谁呀？啊，对，好，敏敏哈，付米接受惩罚。来，敏敏的这个，来一段摇滚。对着镜头做3个认输的可爱表情，并维持3秒，让观众可以截图。3个认输表情。一个。这么生死的看吗？叔叔在这儿呢，赶紧认。第2个。叔叔。对。好，哎呀，好尴尬呀！没事，不尴尬。第3个还能怎么样？哭啊，这也输了。好了，让这个今天的这个压底儿的哈，我们压底儿的啊，4清哈，来佩瑶这个4分哈，来了。对你这样哈，虽然是这压底儿，但是在这个戏里边，因为他住在这个4楼嘛，4楼是个幸运数字，也不知道怎么来的，反正就这么来的幸运数字。所以说呢，你可以选择现场的朋友们跟你一起来接受这个挑战。挑战是什么呢？就是比心5连拍。我邀请大家一起，邀请大家可以一起的，好不好？来，好了，比心，我这个奖状像个笑。好神奇啊！那你也表现一下认输啥样？我们也想看。你拿的那个奖状凡尔赛的那个认输可以。好吧，那我们就这个较量组一起来一个比心3连拍，好不好？来，比心第一拍，来比心第1个，好，比心第2个，比心第3个，哎呀，对了，哎呦，来你牵牵，后边的，保持定格哈，来，3、2、1，非常棒，来，掌声送给我们各位哈。好了，奖惩结束之后，接下来跟各位说一说了哈。反正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我们《黑夜告白》今天开播第1天热度已经破6000了。然后现在呢，刚刚这个小伙伴们在评论区里都在说能不能让主创们立一个热度破万的 flag 啊？来说，我知道，我给大家唱个心愿便利贴。心愿便利贴。小冉唱心愿便利贴。对啊。今天等到破万啊！当然了 ，flag 嘛 ，flag 哈，好，哎呦，太好了，这个哈，等着哈，好，好，要边唱边跳可以吗？可以哈，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心愿便利贴，没问题，来自弟弟的。哟，这起点挺高的，潘老师，您认为放 flag 可以怎么样？太高了吧！我让弟弟给大家唱一个心愿便利贴。这好，我也这样。不是，评论区说让潘老师唱摇滚。摇滚是我女儿的事儿。您来一个什么？你可不能让徒弟来哈，徒弟这个已经给的挺厉害了。
好难呀。哎呀，咱画个啥？对，啊让潘老师跳舞，咱画个啥？潘老师跳舞，画个啥？我对，潘老师画画，我画那个老何跟小冉，我当时画一个画吧给老何跟小冉，师徒二人组合。师徒，哎呦好，破万福来个啊，好，来听听我们后面的几位小伙伴哈，敏敏你会给个什么福利？破万福来个，我应该也会跳个啥或者唱个啥，跳个啥？还没想好，临时想一下，到时候。跳个舞给我们是吧？好，跳个舞哈，跳舞给我们，然后最后听听安培阳，就要干什么呢？也跳个啥吧，跳个啥？也跳个啥吧。要不合体跳个啥吧？也行啊，我们就一起跳个。便利贴你带着潘老师啊，我只能演便利贴了。我给你包。便利贴哈，英子你呢？这一口气爬18层楼啊，行不行？太累了。你不是谁不看你背下去吗？谁不看我背谁，我找谁去？可以啊，谁不破万我找谁去？就把好可爱。就拍一个那个爬18层楼的那个这太 vlog 辛给我们苦了，对吧18楼还好吧？18楼是还好，可以你跳着心愿便利贴上18层。你这样给我们点甜头，弟弟，你可以先来1-2个动作，到时候来个完整版的哈。今天也马上天进你的心。好，后半的时候我们看看完整版的哈，又唱又跳的。好了，今天是到了我们今天直播的尾声了哈。今天是我们这个黑夜告白开播的第1天哈，好多小伙伴都已经看了，还有小伙伴没有看的，我们就要做到这个任务，就是要通过我们的案例让他们都来看。所以接下来就是到了重磅安利时间了哈，我们先让我们潘老师来给我们看直播的小伙伴们安利一下我们的黑夜告白。你赶紧查一下，应该破万了吗？赶紧跳了。别急了，咋那么急呢？是，迫不及待了。反正我一想到这个戏演的过程和内容，我内心就有点感动，是不是说我们演员光努力的事儿？是我们角色赋予了我们创作这个人物的一个好的机会。我们希望把这种感动通过影像带给大家，让大家快乐。谢谢。用心弟弟啊。现在今天播到3集，我觉得故事才刚刚展开，然后关于这个袁隆里的这些失踪案也好，还是师徒的这个情感也好，才刚刚开始。希望大家就是一起陪伴我们黑夜告白，然后看看后面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大家敬请期待。后面剧情真的超级精彩，给我们提供一下。对，李斌，我觉得这是一部大家都非常走心、认真、用心的作品。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收看，也可以多多支持我们，谢谢。多多支持哈，佩瑶。就是《黑夜告白》除了案情以外，还有很多的就是情感，还有人性。然后我觉得今天坐在这儿确实蛮憋屈的，因为很多东西都说不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敬请期待。就后面真的有很多很精彩的剧情，也有很多很精彩的人物和角色。好，这亲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把我亲姐憋坏了。憋坏了，英子呢？就是去看，好，特别好。你看，好，